是一名业余小说家，我的笔名叫易如米。我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版过了9本华文小说。其中，我第一个出版的小说系列是通过科幻的方式去带出社会现象引起的恐怖事件。那么前年出版的3本小说，则是探讨爱情的黑暗面。我从小就很喜欢看故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然后所以故事书对我来讲就像是一道道的门，然后通过这些门我可以进入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经历各种的情感。那么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就接触到华文写作，我那时候的华文老师就有看到并且认可我在写作这方面的潜能，就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还有信心，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写故事。那么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呢，就是在我差不多14、15岁的时候写的。那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大概只有几千字吧，然后都是手写在我当时中学的作文稿纸上面。这一个故事是有一些魔幻元素的一个冒险故事。当时我的中学同学还在班上之间传阅这一个故事啦。那么在我有了电脑过后，我就开始用电脑打字，然后17岁的时候就在当时一个在我中学同学之间很出名的一个论坛上面发表校园爱情小说，然后这个小说还蛮受到我的中学同学的欢迎，然后我就对写作越来越有信心了。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家台湾出版社的网站有在征稿的消息，那么我就想说挑战一下我自己咯，然后我就写了一个有8万字那么多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就成为了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然后也从此开展了我写惊悚小说这条路。我的小说取材通常都是来自我的生活，所以灵感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然后我人物的蓝本都是我遇到的人，还有部分的我自己。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题为《瘦》，这一本书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一个很流行的社会现象，就是对减肥和瘦身的痴迷。那么这本《瘦》这本书呢，讲述的就是一种以吃人类脂肪为生的细菌，因为遭到人类的滥用，所以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我就想说，通过我的惊悚小说提醒我的读者可以去反思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为了别人的目光，还是为自己而做的事情。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让到我的读者通过这些故事人物能够更诚实的、更坦然的面对自己，同时也对身边的人有更多的同理心。其实惊悚并不是我小说的本质，它只是一种手法，去提醒我的读者可以诚实面对自己，也同时对别人有其他人有更多的同理心。文字对我来说有梳理思绪的作用，虽然一路走来我有很多喜欢我故事的朋友的支持，也有出版社编辑的提拔，让我在写作出书这条路变得很顺利，但是其实写作本身它是一个很孤独的过程。写作是要挖掘自己内心的情感，写作是要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的一个辩论。然后从一开始，其实写作它是一个我抒发情感的管道。那么小说通常都是讲角色们如何通过重重的困难，最后获得成长的故事。可以说我通过我的小说，跟着我创建的这些小说人物们一起经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有所领悟和成长。小说可以有很多种结局，但是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获得的成长。我写出了这些人物如何像一个平常人一样面对成功和失败，快乐和悲伤，可以为看我这些文字的人注入一些勇气还有信心，带给他们更多的希望，去继续坚持下去，面对人生。因为
就像是我写的这些故事里面的人物一样啦。人不会永远都失败，难过也总有一天会结束。所以只要你继续活下去，那么人生就一定会有机会变得更好。我其中一本出版的小说《网》，就是里面有一个人物呢，因为受到网友的唆使而选择轻生。我觉得现今社会有了网络过后，沟通变得很方便，也很即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文字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工具，用在坏的方面可以伤害一个人的一生，但是同时用在好的方面，它可以鼓励别人，然后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在网上发表言论，不管能不能够看到对方的模样都好，都应该要秉持说好话，带来好的影响。我是易如米，这是我的英雄日记。